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应用递推公式求通项公式的第二种方法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题 ：a 等于1 ，an 等于 n 减1分之 n 倍的 an 减1。我们一看就知道和之前学过的累加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它并不是 an 是 an 减1的后一项，现在呢，并不是后一项减去前一项等于一个含有 n 的代数式，它呢没办法一项过来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可以这样的，两边同时除以 an 减1，也就是把 an 减1除过去 ，an 除以 an 减1，它就等于 n 减1分之 n。它只能是除过去，不能够一项过去，所以我就把项记住到一块儿，序号呢，它这个代数式放在一侧。我们发现比值的形式等于一个含有 n 的代数式，那我怎么去求通项呢？我可以尝试着给 n 取值，我看一看那些式子具备什么特征，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。所以拿来一道题，同学们要善于探索。好 ，n 不是属于 n 星的吗？那我就取值吧。当然 n 不能取1呀，因为1减1是0，我就从2开始取值。当 n 等于2的时候，上面呢就是 a2，2减1分母就是 a1，它就是2除以1，它俩是一样的，它俩是一样的。那么我再给 n 取值 ，n 取3的时候呢，分子是 a3，3减1分母就是 a2，它就等于3除以2。说事不过3有3个式子我才能探索出规律来，现在2个我就有点感觉了，什么感觉呢？ a2 12在分子，12在分母。好，我们再找一个 n 取3的时候呢，n 取4的时候呢，分子是 a4， 分母呢4减1是 a3， 所以它是4除以3。这回我们又发现了 a3 12在分子，12在分母。好，它叫式子1，这个叫式子2，这个叫式子3。我让式子1和式子2和式子3相乘，乘到哪儿呢？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观察观察。好，这些个式子相乘是左边乘左边，右边乘右边。左边呢就是 a1 分之 a2 乘以 a2 分之 a3 乘以 a3 分之 a4， 然后呢点点点，我先拿出2项，拿出2个式子相乘 ，a2 和 a2 约了 ，a3 和 a3 约了，所以我发现乘下去，它总是剩下最后这个式子的分子，而这个 a1 呢，它不能约掉。好在 a1 的值我知道，我要求的是什么呀？要求的是 an 呐，所以我就乘到an 除以 an 减1，它们就都约掉了，所以最后一个式子它的分子 an 就留下了。那么右边和右边相乘呢，1分之2乘以2分之3乘以3分之4乘以点点点，一直乘到 n 减1分之 n 乘到这一项吗？右边就得乘到这儿，2和2约了，3和3约了，4和 n 减1约了，所以它就等于 n。整理一下，左边就是 an 除以 a1 等于 n，a1 还等于1，所以我就得到 an 就等于 n，n 是属于 n 项的。好，同样是给的递推公式，让我求通项，由于它的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。那么这个方法叫什么呢？当我知道数列的后一项和前一项的比值，它是个含有 n 的代数式，遇到这样的形，我们就用累乘的方法去做。好，要细心的观察它给的形，它们之间的区别，选用恰当的方法。